第5课，圣经的科学可信度。1、圣经中的科学陈述是否合理？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，先来个小故事。约翰是一位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年轻人，从小就被教导宇宙是透过大爆炸诞生的，生命则是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发展而来。对他来说，科学才是理解世界的唯一标准。因此，当他的朋友艾玛送给他一本圣经，并鼓励他开始阅读时，他有些抗拒。他心想，这不是一本充满神话与迷信的书吗？然而，出于对艾玛的尊重，他还是翻开了内容，并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检视这本书。他惊讶地发现，圣经中有不少内容竟然与现代科学不谋而合。1、圣经与宇宙起源。例如，创世纪1章1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句话表明宇宙有一个开端。这与科学界公认的大爆炸理论极为相似。过去，许多科学家认为宇宙是永恒存在的，直到20世纪，天文学家艾德温·哈勃发现了宇宙膨胀的证据，才让宇宙有一个开端的理论逐渐被接受。约翰看到这里，内心开始产生疑问：如果圣经的确是数千年前写成的，他怎么可能提前这么久就描述了宇宙的开端？2、地球的悬挂与圆形概念。约伯记26章7节提到，神将大地悬挂在虚空，这似乎暗示着地球漂浮在宇宙之中，而不是像古代许多文化所相信的那样被某种物体支撑着。直到科学发展成熟，人类才透过太空探索验证了这个事实。此外，以赛亚书40章22节，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。其中大圈一词在希伯来原文中可解释为圆形，这与后来哥伦布时代的科学发现相符，证明地球是球形的，而不是如中世纪某些学者所认为的平坦大地。这些发现让约翰不禁开始怀疑自己过去的刻板印象是否过于武断。3、圣经与生命科学。约翰决定再进一步挑战圣经的说法，这次他专注于生物学。创世纪1章24到25节描述了各类动物各从其类被造的过程，这与现代生物学中物种界限的概念相似。虽然生物可以适应环境并产生变异，但仍有一定的界限，使不同的生物种类不会任意转变为另一种。最让约翰惊讶的是，利未记17章11节提到血是生命所在，这句话竟然与现代医学的发现完全吻合。我们今天知道，血液负责运输氧气、营养，排出废物，维持生命活动。可是在几千年前，人们对血液的认识还非常有限，甚至曾经有放血疗法，认为放血可以治病。例如，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·华盛顿
就是因为过度放血而去世的。然而圣经却早已指出血液对生命的重要性。二、古代文献如何与现代科学对话？当约翰把这些发现告诉他的科学家朋友时，对方却说，这只是巧合，或者是你在文字上过度解读罢了。这让约翰陷入沉思，如果是偶然，为什么这么多科学发现都与圣经中的描述相符呢？其实，圣经并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，但它的内容却没有与科学相矛盾。许多科学家，像是牛顿、法拉第、巴斯德等，都是坚定的基督徒，他们并不认为科学与信仰是对立的，而是相辅相成。约翰开始明白，科学与圣经并非敌对的两极，而是可以彼此对话的。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世界观，也开始对是否有一位创造宇宙的神这个问题产生兴趣。一、圣经中的健康原则与现代科学。除了宇宙学与生物学，圣经对健康的描述也令人惊叹。例如申命记23章12到13节说道，你要在营外定一个地方作为厕所，用铲子把粪土掩盖。这听起来像是基本的卫生习惯，但在数千年前，这样的做法却远超当时的卫生标准。直到19世纪，细菌理论才被确认，而圣经早已强调环境卫生的重要性。另一方面，利未记13章提到麻风病患者要隔离，这与现代防疫设施如出一辙。这些古老的规范在今天看来十分合理，但他们是如何在医学知识尚不发达的时代被记录下来呢？二、科学与信仰能共存吗？许多人认为科学与信仰不能共存，然而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，他们的信仰并非阻碍他们的研究，反而成为他们探索真理的动力。例如，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同时，也深信上帝的智慧造就了这个精密的宇宙。约翰渐渐意识到，科学解释的是如何运作，而圣经则回答为何存在。这两者并不冲突，而是不同的视角，共同构筑了对世界的理解。结语，约翰的故事或许是许多人的缩影。当我们用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圣经，会发现它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与科学对立，反而在许多方面先于科学的发现。如果你过去认为科学与信仰是水火不容的，也许可以试着像约翰一样重新探索这个话题，或许你会发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观，一个不只是关于物质与定律，更包含了意义与信仰的世界。